是我。我们走。袋鼠，还好他只是晕了，没有伤到妖灵。掌门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你意图去而复返，是想明白了，想重回山门吗？不好，他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。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的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？银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！快！唐周，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以致妖气纵横。唯有以此链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
唐周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周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牌，被我发现，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制服理所应当。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！苍红，你以为你把炼丹炉炸了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苍红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江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周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世间幸福毁于一旦，唐周，我要杀了你！苍红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周，唐周。想进去看他，就去吧。他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，便与苍红生死一战，凭这些凡人之力，未必能将他救醒。你不是在清点受伤的小妖吗？情况如何了？我已经让丹叔和受伤的小妖们先回山境了。那些没有回来的，也许永远无法随我们回家了。无论怎样，我们也算是替他们报了仇。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。现如今人数清点已毕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，没有看到唐周安好，你我都没法安心。师兄，师兄，太好了，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
其他人怎么样了？师兄弟们都很好。师兄，你之前说的，尽都是真的。苍红他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我们所有人。唐师弟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怪了你。如今贼人已除，今后凌霄派就全靠你了。是啊。苍红之恶，在于一己之私利。全凌霄派，因为他做了许多错事。如今，大家应该想一想，今后该如何自处。是。这几日，派中争议很大，大家都不知道以后是否要继续除妖。就连降妖堂那些小妖们，也是争论了很久之后，才最终决定放他们离开。能放小妖们安然离开，经此一事，可见凌霄派已与从前大不相同。妖妃禁恶，苍红定下的那些严酷门规，你们商讨之后，皆可废除。至于今后该如何行事，当由全派上下共同决定。青青，你秉性善良，人缘也是最好的。日后派中各事，当由你带头主持。我知道了。如今凌霄派大乱的消息，恐怕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寻仇的恶妖必将会趁虚而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必须加强人手巡查。道远师兄法术高强，待他平静之后，你们需听他的安排。还是唐师弟想得周全，我一会儿就去和道远师兄说。放心吧，凌霄派定能顺利渡过难关。你为何还不进去啊？师兄，你伤还没好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已非凌霄派弟子，自然是离开。可苍红已经死了，你是唯一的掌门继承人。方才你交代了那么多，难道不是为了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，重振凌霄派吗？是啊，师兄。交代这些，是为了尽一个前凌霄派弟子最后的责任。如今，我也不再是什么掌门继承人，我只是我自己。大家保重。唐师弟，唐师弟，你要是走了，凌霄派就完了。师兄，如今能够主持大局、继任掌门的人只有你了。我们如此恳求，你当真不肯留下吗？你们回去吧。从前我选择修行，一切为了大义为先。但现在，我只想为了自己而活。凌霄派对于我而言，如昨日幻梦一场，绝无归途。颜丹，唐周终究不是应渊，他跟应渊一样，十分看重责任，却不被责任所束。你又怎么看待应渊呢？我突然有点同情他。凡人唐周可以选择随心而活，可身为帝君的他，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。徒儿愧对师父，多年来受苍红所蒙蔽，杀师之仇未报，反助纣为虐，往日种种，甚为可笑。
您在九泉之下得见，定对我失望之极。幸而天道昭彰，您的仇终还是报了。这是我捉到第一只妖的时候，你送给我的玉葫芦。你教会我的本事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过。但如今，恐怕再也做不到。师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师父。唐周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于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。你的伤还没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，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。可如今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我不再是捉妖师了，可捉妖师唐周又是谁？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吗？不，我不是的。可我也不是我。小二，哎，再给我拿一壶酒。好嘞。不用了。燕南，你不必同情我，你走吧。你别再喝了，
唐周，如果不这样，他怕是不会停下的。他的修为已经散尽，又经历了一场恶战，现在体内仙医的痕迹又扩大了。他必须得快点找到下一个神器，如若找不到的话，他体内的仙医会爆体，那样他会没有命的。他未必不知，这次苍红的事对他打击过大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助他走出心魔，不然他不会再继续寻找神器的。雨墨，如若我们能成功说服他，我们能不能陪他继续找下去？凡人唐周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助他。来了，9司关张了，城郊闹鬼，老板路过的时候被吓病了。若是以后还想有酒喝，不如一探究竟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喂，老板说你欠了他很多酒钱，捉妖师不做了，这人还是要做的吧？别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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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地距凌霄派不过10里，从来没有妖敢靠近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就不怕被抓了吗？以前自然不敢，不过听说凌霄派大乱，我们自由了。没有人管就可以出来闹事吗？你们很丢妖脸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就和凡人开开玩笑，没想伤害他们。别人觉得好笑，那才是开玩笑。你们这是吓唬。坐好了，好好反省。唐周，凌霄派之过是苍红一人的错。这些年来，门下弟子也一直在降妖除魔，确实保护了很多百姓。凡间散落的众小妖，他们脾气秉性各异。作为耶兰山山主的我，深知归正他们究竟有多难。而且铲除恶妖，于人于妖，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你不必自责。你们3个小鼠妖，不能因为自己是妖就胡作非为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妖。你看我身边这个人，他没有天师的身份，也没有凌霄派的作风，可他依旧在除恶扬善，做一个好人。你们应该向他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9司老板真的是被他们吓病的吗？是我们付了钱，让他关业的。可是这些小家伙吓唬人也是真的，那些人被吓病也是真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么做对他有帮助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。我看这小子略微欠揍。我还是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小鼠妖交给你了，
好好教育他们，注意安全。好好反省啊！一个人躲在屋顶上来喝酒啦？你是来撒酒瓶的吗？倒是也得有啊。一个人这样干巴巴的赏月多无聊啊！正好我回来呢，带了点糕点。其实好东西我是不想分享的，但是看在你今天除妖有功的份上，一起吃吧。当初在兰溪镇抓你的时候，你假装小贩，卖的就是这白玉糕。当时呢，我饿了，就吃了几块。我始终记得这个味道。你还提呢？提到这个我就生气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吃了我们那么多白玉糕，还把我关在你的玉葫芦里，一关就好几天，都快饿死我了。我现在想到这种事情，都想画个符诅咒你。那你要我帮你忙吗？那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妖都该杀，幸好没有将你收进降妖塔。今后做事，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。你刚刚说今后，你好一点了吗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好一点了吗？燕丹，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疏远我了。月末说，那个人伤你很深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你笑得很开心，所以你应该是好一点了吧？我本想着看你安好了就离开，但没有想到又连累了你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到你的花灯了。还有一次我中了寒毒，在神霄宫外放了一块熔岩，放熔岩的人是你吧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燕丹，你突然向我道谢，听起来有点不太习惯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你好点了吗？多吃一点吧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不小心划伤了而已。你也吃。这个味道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。快扫严丹！严丹！我不会再用剑指着你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用剑指着你了。严丹，严丹。原来如此，你竟在梦里，也不想伤害我。圈圈心意，时不能应，唯有还你一个如愿美梦。本店所有酿酒的珍稀材料都在这儿了，姑娘你可以慢慢挑。
百花露水在天界唾手可得，在凡间却成了稀罕之物。这已经是第8家了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老板，这是百花露水吗？姑娘，你可真是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秘方，据说是从上古年间流传至今，由上百种花的出露汇集而成。不过此物可要纹银150两啊！我买了。恢复记忆之后，你的变化还真是挺大的。要不然夜兰山的山主之位给你做？别闹了，我现在只想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其他的不过都是虚名罢了。那你怎么突然间想起如愿酒了？唐周总是做噩梦，身为朋友，我不想看他那么痛苦，所以想让他试试这个。秦启，元旦，你怎么下山了？是来找唐周的吗？师姐，猫妖呢？这猫妖太过狡猾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猫妖已祸害我府上多日，频频骚扰我家小女，她已被吓得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本以为你们可以降妖除恶，谁知这鼎鼎大名的凌霄派出动这么多人，竟连只猫都抓不住，徒有虚名，无能。抓不到妖怪，钱我是不会给的。我看以后你们也别捉什么妖怪了，趁早换个行当吧。哼！劳烦请留步。凌霄派，并非是你想的样子。你也是凌霄派？我们虽然不是凌霄派，可我们受过凌霄派天师的恩惠。当年我全家被恶妖所抓，多亏凌霄派的天师从天而降，将我们全家解救出魔爪当中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哼，那想必是昔日的凌霄派。如今凌霄派掌门已死，群龙无首，门下弟子一遇到妖怪，一个说要这样，一个说要那样，自己先内讧起来了。猫妖折腾得我家宅不宁，2波捉妖师折腾得我房子都要塌了。我想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向您保证，3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给您一个交代。麻油，多吃一点啊。袁姑娘，你的演技不去当骗子真是可惜了。我今日才发挥了3成，等日后让你们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啊！哎，大家多吃点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去跟后厨说，多给你们添点菜。谢谢你们的好意啊，可是我们身上的银子已经不多了。不必担心这些，你们只管吃饱喝足。于墨就是仗义，若是唐周知道了你这么照顾他曾经的同门师兄弟，他一定会很感激的。他们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。多吃点，我再去给你们添一道汤。方才那个猫妖是怎么回事儿？谢老爷膝下有一爱女，没想到竟然被猫妖看上了。猫妖频频登府骚扰作乱，而且竟想强娶谢小姐为妻。谢老爷实属无奈，只好请我们前去捉妖。其实我们本已经布好了捉妖法阵了，若不是有人打草惊蛇，不按计划行事，怎会让猫妖收到风声，提前逃跑？计划？何来的计划？我捉妖喜欢速战速决，不习惯有人在边上指指点点。那猫妖道行不浅，众人齐心，方可成事。你总是这么一意孤行，这下好了，凌霄派的名声怕是更差了。谁一意孤行了？你，唐周，唐师兄，唐师兄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出面帮我们捉妖吧。
说再抓不住那猫妖，凌霄派怕是要毁于一旦了。唐师兄，你足智多谋，现如今也只有你能帮到我们了。你把他当师兄，他可曾把你当过师妹？为爱远走，弃师门而不顾。我们凌霄派不需要他的帮忙。大师兄说的对，唐周这般薄情寡义、不仁不义，我凌霄派就是灭门，也不需要你管。主要的是，我帮不了你。唐师兄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谁先捉到妖，以后凌霄派谁说了算。有的人啊，嘴上说着不在乎、不在意，可这心里还是十分挂念同门情谊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你不必来劝我，我已与凌霄派毫无瓜葛。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嘴硬。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放下了，就不会盯着这把剑发愁了。如今凌霄派群龙无首，秦琪与道元两个人各自为营，互相都看不惯对方。如今师门上下生存艰难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看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估计就要卖房卖地了。凌霄派是你师父的家，也是你曾经的家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他变成这样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自责。你认为是你的离开才让师门变成这样的，可如今不是自责的时候，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去面对，帮助师门去渡过难关啊。反正我已经答应那个老爷了，3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难道你想看到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师门变成一滩烂泥，在背后受人嘲讽吗？如今我的修为已经尽散，只怕会给凌霄派丢脸。我明白你的纠结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天界的法诀，让你快快的修炼，助你师门渡过难关。好啊！再来一个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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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，让开让。太过分了啊！你们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盘，在我的地盘上，是不是得交点接地费啊？此乃公共地界，尔等这般恶霸行径，恕难从命。哟，这小娘子够辣，我喜欢。哎呦！哎呦！好你个小娘们儿，今日的账改日再给你算。太棒了吧你！
是唐师兄。虽然修为尽失，但这落剑的力道，除他之外绝无二人。待我将你收服，就无人再说我凌霄派无能了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伤我？我倒要尝尝这天师的真元内丹是何滋味。若你现在肯跪下与我磕3个响头，我倒是可以给你留一句全诗。凌霄弟子绝不想要挟取信，正道在天，死又何惧？这是我门中之事，你这个外人来做什么？不要命了！快走，别管我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不会对恶人置之不理。不为什么，就为除害。身上没有半点修为，你竟不是天师，还真是不怕死。好啊，你们这2颗内丹，我都要了。回去告诉谢老爷，让他家小姐穿戴好凤冠霞帔，在闺房候着。明日午时，我亲自上门迎娶。唐师兄，你们怎么受伤了呀？方才击中猫妖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猫妖妖力不浅，怕是不好对付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大师兄被猫妖所伤，但是他有修为护身，休息几日便能恢复好。唐师兄，你现在没了修为，这样强行捉妖，怕是会损耗自身的。你先坐，我去给你拿些药。不爱，只是一些皮肉伤。可是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不该处处针对你。今日你救我一命，你与凌霄派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吧。过去的事，我已经忘了。苍虹是你的师父，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你心中难受，我懂。平日你修为是有些激进，但在捉妖之时，却不如凌霄派的声望。我知道，你心中有正道。即便不想辱没，可眼见着还是要辱没了。谢老爷说的对，以我的功力，根本没有资格做什么捉妖师，帮不上忙，又徒添许多麻烦。或许真的应该转个行当。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抓不住妖，不是你们能力的问题。大家各有所长，缺一不可，但是你们却各自为营，互不相让，怎能成事？明明是大师兄独断专行，把我们都赶出师门。我独断行事。上次捉那虎妖，你们不听我劝阻，非要私下抓捕，施主都因此受伤了。如此捉妖，门派的家底都被你赔得一干二净。若是放任不管，那虎妖一夜之间便能把镇上的人全部吃干抹净。
我早在后山布好了法阵，只要有你的法器相助，不伤一草一木，便能将其抓获。那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我呀。你现在不都说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不把心里话都告诉彼此对方呢？明明你们心里都需要彼此。你道行浅，结阵时需要大师兄助阵。你不善法器，捉妖时难免会有一些疏漏。如此下去，只会葬送凌霄派的名誉和声望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们还不愿意低头吗？他低我就低，你干嘛讲我话？话？你们这样，不是挺有默契的吗？算了算了，看在唐师兄的面子上，只要你以后不再独断行事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统管门下弟子，竭力配合。只要你以后不肆意行动，我将便会告知于你。看在唐州的面子上，一日同门，就永远都是家人。你们一起努力，往后一定会重铸凌霄派的辉煌。门派中的弟子最是爱重你，曾经我总是因此而嫉妒。可当你挺身相助之时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他们为何如此待你。你是最出色的捉妖天师，也是唐江师叔最喜欢的徒弟。这个玉葫芦应该属于你。修为没了可以重修，但人望与人心最是难得。你回来吧。是啊，师兄，有你在，我们一定会万众归心的。回来做凌霄派的掌门吧。那猫妖明日午时要去谢府强娶谢家小姐，我回去想想，如何能将她抓获。这……路过，不小心听到你们谈话了。听到你们已经和好了，恭喜啊！恭喜大家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如用你的聪明脑袋瓜一起想办法喽。我倒是有个万全之策，不过可能要委屈某人了。小娘子终于想通肯嫁给我了。竟敢耍我！
出，进来吧。如今猫妖已被收服，今后谢府便可得以安宁，谢小姐也不必担惊受怕了。现在你总该相信凌霄派的威名了吧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说了些重话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各位天师莫往心里去。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了凌霄派天师个个有勇有谋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啊！这是哪家的胭脂啊？这么难擦。看你涂小红嘴唇的样子，也挺可爱的嘛。我看美色不输陶姐姐，简直是仙女下凡呢。干嘛这么着急换回去啊？我还想让云墨好好看看呢。这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？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，说猫妖的妖力深厚，怕伤到她。喂，要不是为你散尽了修为，这等小猫小狗算什么？好了，你之前也没少折磨我呀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当时可是没少折磨我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我要把你今天的经历全都记录到红尘录里面。捉妖天师唐周，虎落平阳被猫欺，如何？挺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你重温一下往昔你做主角时的戏码。你这小人，怎么又把我关进葫芦里了？让你嘲笑我，那你怎么也跟着进来了？我就算虎落平阳，也不会放你离开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打开！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也在这葫芦里，打不开啊。真是个小人。这葫芦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之前来葫芦里这么多次，从没有见过这番景象。不对，你的修为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这是我的法器，自然听我的话。原来这些时日一直在屋子里闭门不出，是在修炼啊。怎么样，我教你的天界法诀还好用吧？看到你现在重新振作的样子，这才是我一开始认识的唐天师吗？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暗月光了，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瞬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自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知情，我的誓约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，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鸳鸯成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
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似乎出不去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若是我们一直出不去的话，又如何找神器？又如何修复你胸口上的伤痕呢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燕丹，别忘了，他是应渊帝君，不是唐周。他只是在罹难，早晚都要回九重天的。于墨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我们还好落在了于墨的房间里，要是落在哪个姑娘的浴桶里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你这个伤是遇寒又裂开了吗？伤势无妨，只是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葫芦当中了？还不是唐周这个小人。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抓猫妖，谁知道这个人卸磨杀驴，把我关到这个玉葫芦里，关了一整天。胡说八道嘛！你在里边玩的不也挺开心的吗？况且是你嘲笑我在先，怎么就恶人先告状了？那是因为你把我囚禁在里面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逆来顺受。我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啊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呗。嘴上逞强，心里肯定还是放不下。我太了解你了。明日秦启他们就要回去了，你当真不跟他们一起回去吗？我本以为离开是最好的选择，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以前也不懂，那种心里只有大义和责任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不顾一切放下责任，会伤及到那么多的人。大师兄和师妹已经和解，凌霄派会慢慢的好起来的。那你呢？你的师门上下都等着你回归呢。我既然已经选择离开，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你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挂念着你的师门。你之前是因为救我，也是因为被掌门蒙蔽，才负气离开。可凌霄派的初衷是很好的，惩恶扬善，积浊扬清，这不是你一直心之所向吗？别发愁了，这杯如意酒给你，喝了这杯酒，你便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了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后悔。若你心系师门，就应当回去。
渐进修好时候，淡淡再开。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影院。天上人间，颜淡的心结由应渊而起，现在又由唐周而化，自始至终都与我无关。凡人成亲，喜爱穿戴凤冠霞帔，而魔族却向来以黑为尊，更显庄重。这美景近乎水月，即便是在九重天，我也从未见过这般景象。再好的良辰美景，也不及眼前之人。魔族的覆灭与我息息相关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娶我为妻？过往如烟散，怜取眼前人。从今以后，我只是陶子期的夫君。无论魔族还是邪神，都与我毫无半点瓜葛，唯有与爱人相伴一生，才是我一生所愿。今日只有你我二人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成亲之礼过于简陋？虽没有亲朋祝贺，有你在我身边，足矣。我们曾经都想看到三界太平，而如今生死沉浮已定，六合安稳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一同云游四海，一起见证这太平盛世之下的大好河山。天地可见，星月为证。从此，柳维阳与陶子期结为夫妻，相伴终老，永世不离。春夏秋冬，斗转星移，愿君相守，执手与共，相伴白头。颜淡，如果时光能够永远在这刻停留，该有多好！有你的时光，朝朝暮暮都是好时光。
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其实早在镜湖水月，我就做出了选择。在我眼里、心里，只有你一人。唐舟，你醒了。秦几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回凌霄派了。严姑娘，多谢你这几日的盛情款待，可我们凌霄派弟子绝不是白吃白喝之辈。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当时在山上的时候，你也照顾过我呀。拿着吧。唐师兄，你当真想好不与我们一同回去吗？凌霄派有你们的大师兄在，我已经足够放心了。如今我已经有更重要的事情了，也有了想守护的人。我们众弟子支持你的决定。我买了点点心给你们，你们在路上好好吃。来，谢谢。路上注意安全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去看你们。带着唐舟一起。好的。到时候我一定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。嗯。告辞。怎么说这几日紫菱怎么总鬼鬼祟祟往外跑？山主不是传信来说凌霄派的事已经解决了吗？是解决了。不过他跟我说是凌霄派俘虏的小妖伤势过重，下山买药去了。啊，怎么了吗？受伤的小妖前几日便救治完了，他难道他外面有人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好啊，我们胡族最为忠贞了。他若是外面沾花惹草，我必手刃他。紫菱绝对没有这那个胆子。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白灵，谢谢你。完了，我最后的结局，怕是被紫菱提刀手刃我这个大嘴巴。老板，你们家这酒真不错啊！好喝，下次再来。必须的，谢谢老板。你怎么来了？小乌龟啊，你自从回到山境之后，每天鬼鬼祟祟的，人也不见一个。你不是说你去采办草药去了吗？这草药买到酒馆里来了，我看看。我其实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啊？你左一壶右一壶的，你是要与他们寻欢作乐是吗？这位小娘子，你看你对你夫君这么凶干嘛？这青天白日的，也不就过来买个酒，就被你凶神恶煞的污蔑沾花惹草，如此善妒不饶人，可是要被休了的。你个臭卖酒的，我娘子怎么对我，与你何干？再说了，我娘子如此温柔美丽，只有她厌恶我的份儿，我怎么可能休了她？你少管闲事！还有你这样做男人的，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！哼！哎，你说说，你这几天到底去干什么了？你若是表面上对我花言巧语，内心三心二意的话，我琳琅绝对不姑息，听见没？我冤枉啊！是哪个没心没肺的编排我？其实我这2天是给岳父买见面礼去了。啊！我们既然已经定了情，我就想着赶紧去胡族提亲。听说你们胡族的人都爱喝酒，是不是啊？我也不知道你爹爹爱喝什么，我就去凡间买了些酒回来。来，看看。
第一排这个呢是竹叶青，下面这个厉害，是10年窖藏的秋露白。然后你看这小罐子，猴儿酿，我找了好久，60多年的，你爹爹会喜欢的。嗯，你看看吧。你准备了这么多啊，小乌龟，对不起，我竟怀疑你，我以为你……林郎，你爹派人给你送了10坛千年陈酿的女儿红，说是让你喝着解解闷儿，我给你放酒库了。原来狐族这么富有啊！随便解闷儿的美酒都是1000年的，那这些酒给你爹爹喝，岂不是当水喝吗？无妨的，你准备这么多，爹爹一定很喜欢的，心意到就好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提亲的礼物，不行，我再去买一箱。哎，小乌龟，你等等我。忙活了大半天，终于靠花瓣雨把他们2个凑在了一起。这水花灯都是你赢的，没想到大赢家却拖家带口的带着大家来放锦鲤了。要上演佳话，这主角身边肯定得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友。再说，我既然要当靠山，我自然要当仁不让了。若是再不给紫菱创造点机会，那琳琅肯定要急疯了。哎，这些话如果你早告诉我的话，说不定他们俩的孩子都有紫妍那么大了。山主，锦鲤一直待在这里不肯走，你也是鱼，能不能同他讲讲道理？不游远一点，会被人抓回去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们看啊，他是不是在那边啊？嗯。紫妍，你看那儿，
杭州，不知道吾亲自来，能不能请唐天师回去？四海升平春绽焉。九重天上，你曾许愿6界和平，时过境迁，你却未变，还是那个满心只有天下的帝君。是后悔把水花灯送人了吗？如果你还有愿望，我再去替你迎一盏。没有了，我的愿望在那天放烟花的时候都已经许完了。唐周，你可知错？情节之下，无伤同门。唐周认罚。你若知错能改，速断情爱之念，我便念在你过往功绩，对你从轻发落。掌门误会了，我认罚，但不认错。你说什么？昔日我秉承师训，不涉红尘。曾是情爱如猛兽心魔，后法欢情醒，促我断念。我也害怕自己会坠入深渊，但情发乎于心，心不死，念无尽。若有心便是错，那么人间情义，天下大义，又有哪一个是对的呢？我宁愿情深自苦，也不做无情之人。无错，自然不认。荒唐！你既执迷不悟，就休怪门规无情。来人，上界庄。掌门，师兄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改的。好，刑罚之前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唐周身为掌门继承，犯下情戒，依门规，凌霄派上下皆有助他悔改之责。自我儿时，凌霄弟子每人都问他一遍方才的问题，答案不变，戒鞭不止。唐周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秦启，你也想背逆师门吗？师妹，动手。师兄，你可愿断情绝爱？不愿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
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四海升平春展颜，笑眼深深柳眉淡。颜淡，难道他的心愿竟是盼我展颜一笑吗？他受了多少遍？回掌门，9981遍。你还要坚持吗？是，我不愿意。真是疯了！罢了，今日先到这里，把他关进思过间，待他清醒些再继续。是。迷惑他的人是不是银弹？丹叔，丹叔，这手怎么了？我看看。颜淡姐姐，刚刚我在练剑呢，不小心把自己练伤了。我帮你疗伤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有药。紫妍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紫妍啊，她说紫林山主做姐夫不够英俊，怕被其他狐狸嘲笑，躲在房间里哭呢。狐族这种以貌取妖的性格可真不好，你以后不能跟他学，知道吗？哎，颜淡姐姐，你看好了。山境中何时有这样的药？这不是山境中的药，这是我昨天逛庙会的时候买的。谢谢你，于墨。我现在能力低微，无法将你的伤痕去掉，但我相信大千世界总有一天，我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，将这些伤疤去掉的。在哪儿？带我去。好。颜淡姐姐，就是他。你这小妖，居然寻到这里来了。原来你也是妖啊！我乃深山中的一株何首乌，喜欢替人治病，所以才跑到这人间来的。眼壁丹中有一位也是何首乌，怪不得。你知道眼壁丹？花精一族。前辈，我见您的药遇伤便可复合，眼壁丹中有一味药也能助人恢复容颜。我有位朋友，他身上有许多经年疤痕，不知道您是否能够配制出祛疤灵药？这一般疤痕，此药足矣。但对付陈年旧疤，尚需一味药引才可根除。这药你拿去。多谢。药引的方子我写给你。你既是花精，那我们也算是远亲。我提醒你一句，这样的稀罕物可不好找啊。这位朋友对我恩深义重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其实也没那么难找。我的意思是，
你可以向他收点钱。严淡姑娘，我终于知道，当初唐师弟为何要阻碍我们的婚事了。那时我若再坚持些，你的选择会变吗？你们这一帮人把我拦在这儿，就是跟我说这个？你脑子怕不是有什么病吧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来请你随我们去见唐周。唐周跟我也毫无瓜葛，你们回去吧。果然是他一厢情愿，如此甚好，我定会在掌门面前替你摘清，不让你受一丝连累。掌门，到底是谁要找我？唐周怎么了？姑娘不必知道这么多，随我走便是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我若是不从呢？严淡姑娘，掌门之命不可不从，那便只有得罪了。不准你们欺负严淡姐姐！大叔，这不是从降妖堂逃走的小妖吗？是他，我也记得，他是只狼妖。你为何会和妖在一起？莫非那日降妖堂出事，与你有关？小心！你没事吧，丹叔？没事。你竟也是妖？道远师兄。我们两个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妖，我们一心向善，没有做过任何坏事。您也是谦谦君子，之前我们相识一场，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说谎。能不能看在过去的交情上，放过我们，让我们离开这里啊？我竟被一只妖蛊惑，你其心可诛。不错，这才是正常的捉妖师看到我们的反应。布阵，捉妖。丹叔，快走！甜甜姐姐，我走不了。他露出妖尾之时，我便在他身上下了镇邪咒。此等小妖，我动动手指就能将他的骨头捏碎。你若不想他死，就跟我回去。我们狼族生来就是硬骨头。严丹姐姐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，不可被他们抓住。丹叔不怕，姐姐会想办法。我们先跟他们走。我跟你们走。之前查到的小妖踪迹，到这附近就断了。但是我和琳琅早上逛街的时候，恰巧听闻这里出现过鬼影。我们踏巡人间已经半月有余，其他小妖走失以后都杳无音讯，只有他再度被人发现。仔细找找吧，一定会有新的突破。最近小妖失踪的事情越发严重，整座耶兰山呢，妖形惶惶。我看呀，咱俩得尽快回去主持局面了。待查清楚消息之后便回，不可让小妖失望，不能空手而归。别怕，先看看我们是谁。紫菱山主，雨墨山主，我终于得救了！求你们把我带回山境，我再也不下山了。快起来！伤势无碍吧？为了不让其他小妖受到你此番伤害，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
你一定见过此物。我偷溜下山玩，就是被穿着这种衣服的天师捉走的。他把我关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，恐怖极了。那你可曾记得，你被关在何处？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听其他小妖说，好像是凌霄派。果然还是凌霄派。我就说，唐州的鬼话不能信。凌霄派的人天天折磨我们，割伤我们的身体，放我们的血。有天，我趁他们不备，变作真身爬了出去，没想到误闯进一个地方，亲眼看见被他们叫掌门的人把一只妖扔进了炼丹炉里。凌霄派一向自诩正道，没想到竟干一些杀妖炼丹之事。于墨，我们山境的小妖从不欺负凡人，我不犯人，人却犯我。现在失踪了这么多小妖，肯定都是被他们捉去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把凌霄派给踏平，把孩子们给救回来。不可！凌霄派法力高强，需仔细谋划后再做决定，断不可贸然行事。现在对于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保护好他们的安全。山境的小妖不能再受任何欺负。你可记得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不敢吃，也不敢睡，在墙缝里躲了1个月，才找到机会逃脱魔掌。我本想回山境，可到处都有捉妖师，我害怕极了，只好一直躲着。对不起，我明明看到有好多别的妖也在受折磨，但我没胆子救他们。无需惊怕，你已然做得很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们2个定会助你安然回去。严丹，严丹，哎，见到严丹了吗？我已经找了很多他常去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他。今天一早的时候，驿站的伙计说看到严旦带着丹鼠一起出去了，但是这都这么晚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。跟我来。丹鼠和严旦曾在这里打斗过，他们人数众多，而且带了捉妖法器。不会是遇见了凌霄派捉蛇妖的那批人吧？严旦足够机敏，而且他没有妖气，他记忆刚刚恢复，灵力更胜从前。就算遇到他们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逃脱的。会不会是丹鼠？丹鼠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严旦在庙会上买的书。严旦之前有个习惯，把自己未读完的书带在身上，在临危之时撕下一角，竟是唐字。唐州，唐州？他抓严旦干什么？他想什么呢？不可能，唐州是众诺之人，就算他想抓严旦的话，也会只身一人前来。这么多小阴，绝非一人。我明白了，严旦是想告诉我，凌霄派出手抓他不是偶然，而凌霄派是为了唐州来抓他的。行了，我听明白了。凌霄派欺人太甚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们也别讨论什么了，现在就冲上凌霄派，
先把人救回来要紧。我们确实不能再等了，但是凌霄派还是由我一人前往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凌霄派的捉妖师遍布天下，我怕有什么闪失。山境的小妖还需要你们。师兄，不必来救我。掌门派人捉回了颜淡。他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他们发现了颜淡的身份。师兄，你果然早就知道。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颜淡虽然是妖，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受死。这就是你们凌霄派的待客之道吗？妖孽入我凌霄派，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。小小花妖倒是有些手段，竟能掩饰妖气，欺瞒我全派上下。想必那次降妖堂出事，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不是唐州要找我吗？你们让我过来见唐州，他人呢？已不会再见到他了。你若为人，我尚需费些脑筋；可既然是妖，那就好办了。这捉妖镜阵，如万蚁噬心，能让你的妖灵一寸寸化为齑粉。这是你胆大妄为，引诱凌霄派继任掌门的代价。我虽为妖，可我从未做过一件恶事，也未曾引诱过任何人，跟唐州更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凌霄派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杀我，难道你们修的是弑杀之道吗？你的妖力的确不俗，难怪敢在我凌霄派大放厥词。不过，到此为止。修士之道，修的是纯阳、澄净。为何在你的法力当中有如此重的邪术？凡间失踪的小妖，是不是皆被你所抓？堂堂凌霄派的掌门，竟私练邪术，你与你口中的恶妖有何区别？死到临头还在这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，众弟子听令，诛妖！是谁放他出来的？掌门，此事与颜淡无关，请不要上当。唐州，你可还记得我凌霄派的立派之旨？当今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。你自幼修行，从来行事稳重、恪尽职守，乃全派弟子之楷模。而你正是受他所惑，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将一只妖带在身边，甚至为了他诓骗师门。你难道忘了你的师父唐江是如何死的吗？他正是相信了妖，那狐妖利用他，
盗取秘法后，却残忍地杀害了他满门。掌门，人分善恶，妖亦如此。严丹他本性并不坏，不要替他开脱。他利用你，祸害师门，私纵降妖堂小妖，与那狐妖有何区别？难道至亲之人以命换来的教训都不能够警醒你吗？今日此妖必斩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亲手杀了他，先秦之事既往不咎，你仍然可以继任掌门。若你执迷不悟，不思悔过，他的性命便由我来取。自己选吧。既不开口，便为应许。我来。果然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周，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、道义，而我，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、抛下的。这一次，应渊，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。燕丹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掌门了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为你，我可以不做神仙。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3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情让你心动过，想要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衙茅屋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许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，一剑不还，日后亦是永诀。唐天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去到人间尽修傲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本以为这个法环能约束我，原来情难自控之时，他已无计可施。
我说过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意都不会变。掌门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杭州，你一错再错，难道要欺师灭祖吗？我是师父捡回来的孤儿，自幼长在凌霄派，会有一日敢忘师门之恩。今日情非得已，有违师训，自知愧对师门，我愿散尽修为，自逐出门。还请掌门念在往日情谊，让我带严胆离开。修为乃万术之本，你为了他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吗？唐周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担心，只是今后我没法再欺负你了。逆徒，真是逆徒！当年唐江真是白捡了你，我也白看住了你这么多年。一身修为，师门所授，已尽数散去。凌霄派再无弟子唐周。你可以走，但我可没答应你带他走。我凌霄派绝不放过任何妖孽。我带你走。你们是我的同门，即便我修为还在，我也不会对你们出手。想杀我的，尽管过来。但是今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带走他。住手！我们大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之中谁未曾受过唐周师兄的照顾？唐周师兄对我们而言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看他死吗？林墨，人我先带走了，贵派行事不正，他日定再来拜会。伤势已无大碍了。你仙医都快溢出来了，为何不早说？为了救我，连修为都不要了。如今修为尽失，身体如此虚弱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
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必有负担。我之前送你的花瓣，你赶紧服下吧，那个可以止痛。怎么了？还是那花瓣，你之前已经用过了。那花瓣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已经没什么事了，都已经无大碍了。这里距凌霄派很近，你们快走吧。你够了啊！救完人还要演苦肉计，明知道严旦是如此义气之人，不会转身离开的，你还这么说？谢了。可是如今你的仙衣已经破损，还敢散掉修为，你的小命可没从前硬实了。花瓣还是省着用吧。于墨，刚才你说贵派行事不正，是何意？凌霄派杀妖炼丹，有妖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！我虽曾用炼丹去吓唬小妖，但凌霄派是名门正派，绝不会修炼此术。就算是朝夕相处之人，也有不为人知一面。方才苍红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便察觉他的法力有问题，绝非正道修行而来。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施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叔。我们道士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，丹叔如今还在其中。我们稍作休息以后，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好，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开门的阵法换了，以为有人会来救你吗？他们进不来的。那小花妖走了以后，一定放心不下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证据便湮灭无形了。降妖堂的法阵10几年来未曾更换过，若是防你们救人，换与不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要针对之人是我。若苍红心中没鬼的话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还好你给了丹属花瓣，不然这法阵该如何破呢？这夜阑山的靠山靠得还挺熟练嘛。